Hello，朋友们好，咱们今天这期主要来聊一下面前的这两双都是来自 Camina 的同一个宣型，这个宣型叫 Balix，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哈，拼写是 Balix。然后这个宣型呢，在我过往期的视频还没有聊到过，所以今天主要就是来稍微来聊一下，更多的主要是一个宣型的穿感，然后加上之前已经聊过的几个宣型去做一下穿感的这种比对，希望能够给大家在选购宣型的时候提供多一点信息。那么简单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两双的细节。然后这是一双切尔西靴，是稍微比较偏低筒的这种切尔西靴，刚好比 ankle boot 脚踝位置再往上一点点，但它不算特别高。OK， 这个宣型有一点点小方头的意思。然后这次的这双是在一个，其实这两双都是在不同时期的 MTO 这种 group order 里面选出来的。然后，所以这在那个时期的 MTO 都是配有 J2 大底。之前在个别的视频里面我有提及过，一般我在选择一个品牌之前呢，会资讯的这种调研吧，包括这个鞋子的工艺啊、用料啊，然后口碑啊，以及这种宣型啊、尺寸呀、设计啊等等。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是一个全新的、没有尝试过，也没有能够有机会在店里面看到成鞋的这种品牌的话呢，我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，然后入手第一双都比较的难。有过1、2次的这种尝试，只要体验不是很差的话，一般都还会再返购。选择不同的宣型或者是款式或者是皮料，比如说皮子的呀、麂皮的呀，来做一个不同的尝试。由于有好几个牌子的成鞋呢，我都有尝试过5双或以上吧。那 Camina 就是其中一个牌子。然后我就必须要说的是，一般在我所体验过的1000元级以内的手工鞋品牌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出现踩雷，特别是在皮子上面，就是很容易出现踩雷这种情况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？牛呢，在外面风吹日晒，它是会有取决于这个牛的年纪以及它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，它是有可能在不同层面上是有一些这种痕迹跟损伤的。那么，一些大牌呢，他们在选料的时候，除了选择好的皮质以外，在同一张的牛皮里面呢，它会裁出最好的那些块儿，去做出一双鞋。所以，有些时候一双鞋出来呢，它就能不管是鞋头啊，还是鞋身啊，还是后跟啊，它的整体的这种皮料用料都会比较好，然后呈现出来的一个品相会比较好。那有一些厂子呢，它会为了这个利益最大化，那么它会把同样的尽可能的，只要说不是特别差的，或者是说不是特别明显，又甚至于说它的这个痕迹是可以靠后期的这种 tanning 制作，染色呀、抛光呀、打磨呀这种制作去把它掩盖掉的话，那么它会尽量的在一张牛皮上面去裁出更多的料子，去生产出更多双的鞋子，以节省这个成本。那么像Camina 呢，其实也有同样的这种情况。我面前的这双呢，是在我体验过的好几双不同宣型、不同用料的 Camina 里面出现的最为明显的一个，就是视频中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像这样的一个痕迹，像这种是属于正常的，我穿着之后的一个折痕，这个没什么说的哈。但是像这种位置，如果有些时候朋友刚一看说，哎，这个会不会是你自己在穿着的时候，在哪划伤了或刮到了？但其实说实话，这个不是哈。一开始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有注意到一点点的痕迹，不是很明显。但是随着穿着呢，可能比如说着灰啊、着色呀。就它开始有一些变化，这个痕迹呢就非常的突出及明显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只也有这种，其实这种呢是属于，就是可能牛皮本身它有一些天然的一些刮痕，但像这个其实是不可避免的。
所以有些时候有点靠运气的成分在。你有可能同一时间买3双鞋，这3双鞋里面有可能刚好有1双，你有可能3双都是品相还不错的，你也有可能3双里面有1双，甚至于你运气更差的话，你有可能2双会有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瑕疵。那像我现在这一双呢，就是比较的在皮面上面是比较明显的这么一种瑕疵。其实，在其他成鞋品牌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问题，我在其他的牌子也有体会过，所以这个不只是卡米娜本身的一个问题哈。OK， 另外先说就是大概说一下这个款式，在单扣梦克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式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单扣梦克的款式，主要是有几个细节，一个是这个位置的设计，另外呢，这种小扣型的它不是那种大扣型的，小扣型的呢就感觉整体会看起来就比较的精致一些，不会看起来特别的老气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就是黑色配金色的扣，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细节，因为搭配银色之后呢，也就会让这个鞋其实看起来更为的普通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拿出之前的一个 Simpson 轩的 Camina 跟今天的这个 Balix 轩的这个轩型来做一下比对，来说一下它穿感上的不同。其实这一双的整体的穿感呢，跟我上一期的一个比对视频里面英卡轩的整体穿感是来的很相近的。英卡轩呢是杏仁头，前面看起来更偏小圆，有点点尖，杏仁头。这双呢就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也不能特别算小方头，也有点点像小方头。然后呢，跟英卡特别近似，整体的穿感和紧凑感都是特别近似的。唯一的一点点的区别就是在鞋的这个折痕的这个位置呢，这双鞋我一开始穿的时候，大概穿了2到3次吧，整体可能有10几个小时的小幅的一个这种 breaking 的时间，是因为在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呢，就是折的时候，走路弯曲的时候，这一块会有点点压脚，这个折痕的位置。一开始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，甚至于走起来有一点点别扭。但是呢，基本上穿完大概10几个小时之后，这种感觉非常明显的慢慢穿开了，就就是越来越适应了。然后后面就不会这么压脚，不会这么难受了。OK， 然后它跟这个 Simpson 轩的一个区别呢是这个位置呢。跟就是脚趾的这个位置都要比 Simpson 还要再更收紧一点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论穿感上来说的话，整体的内部的空间的话，这个就 Simpson 内部空间要小于 Rain 轩，然后要这个 Balix 呢要小于 Simpson 轩，然后呢，英卡和 Simpson 2个是非常相近的。这双切尔西靴呢，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双切尔西靴。我喜欢它的2个原因，一个是这个深蓝色，我对这个深蓝色的麂皮可以说是毫无抵抗力，尤其是在这种成鞋的皮子的这种选择上面，我觉得特别卡米娜这个牌子呢，我个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，我会更愿意选择它的麂皮多过它的正常的皮料，因为这个深蓝色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看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靴的整体的包裹感，其实包括这个鞋子都是穿感非常好的一个靴型，整体的这个靴整体的包裹感非常的好。唯一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的脚型来说能有一点点的改善的话，就是这个足弓部分的一个支撑，如果能再多一点点，那我觉得这个靴型对我的脚来说可以简直是非常完美。选鞋的时候有一处遗漏，然后有点小遗憾的地方呢，就是在于这个鞋头的部分。其实当时应该原厂加上鞋头铁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忘了这个事情，直接就选了，
反正是穿了几次之后呢，就越来越后悔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后面再选，也是因为这2双之后呢，后面我在选鞋的时候呢，都会非常注意，去选择原厂的鞋头铁。好，朋友们，那咱们今天圈型的对比简单的聊到这里，希望能对大家选购有所帮助。感谢收看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订阅点赞，也欢迎讨论。如有不足或信息遗漏，欢迎给予意见或建议，谢谢。